我们在从成都出发前往山东威海的5000里返乡途中，抵达了四川盆地的边缘广元市。这里群山密布，自古以来便有蜀人在此部署关隘，铺设蜀道。我们在上一站去到的蓝马墙，那属于是小众蜀道，虽然保存完好，历史价值高，但似乎不能体现蜀道之前，充其量算是个休闲徒步线路。但是到了这儿，我们现在进入鸟道了。它这儿其实挺险的，我下山有点难受，我看着。还是有点夸张的。也只有站在这儿，你才能真正理解李白所说的“黄鹤之飞上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”。这里是四川的门户剑门关。我们到达剑门关时，天色已晚，我们需要在剑门关山脚下的剑门关古镇停留。然而，或许是因为旅游行业还是没有完全恢复，就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剑门关古镇，就是凋敝，就萧瑟，人非常少。让人感觉更萧瑟的一件事就是，宾馆告诉我们说，晚上8点之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都没水。我问他为什么嘛，他说整个的镇子几个月没有下雨了。Later， 我们刚从超市出来，最新消息，下雨了。间隔几个月不下雨的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对吧？随着我们到来结束了，我宣布，好吧？太狂妄了，太狂妄了。剑门关景区作为开发完备的5A 级景区，门票自然是比较高。景区直接购买单人105元，如果在网上平台购买会便宜到85元，但还是比较贵。不过目前有一个白嫖的办法，那就是背诵《蜀道难》可以免票。我俩在上山之前简单重温了一波，净省210。和日之高标，下有冲州立，德之河川。黄鹤之飞上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推荐大家如果来的时候一定要去背一下这个，还是非常划算。对。剑门关游览线路很简单，如果是从北门出发，那你先要爬一段山路，然后到达关楼；如果是从南门出发，那么就先抵达关楼，再爬山。山路一共有2条，分别是鸟道和猿猱道。鸟道有护栏，比猿猱道相对缓和一点，注意我说的是相对。我们现在进入鸟道了。总之，它确实挺险的。进入鸟道之前，它有很多点可以买手套，所以这些铁链子呢，如果你戴一个手套，可能就能抓得稍微稳一点，而且手上不会有铁锈味儿。不行，我歇一会儿。小心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哇！顺着鸟道往下看，山河险关尽收眼底。山下村庄的油菜花像是国画中晕染的鲜明色块，传递着一种质朴的幸福感。而大剑山则是在一旁守护的高耸入云的铁卫，江山如画，不过如此。再远处就是米仓山，过了米仓山之后就到了汉中，到了汉中之后呢，再跨越秦岭，就到达了关中地区。大剑山的山势与普通山不同，一面近乎垂直，另一面则是缓坡。它形成于白垩纪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。它的岩石，刚刚我们在下面也看到，就是跟普通的这个山的岩石不太一样。其实爬到山上能看到就是砾岩，在这个山体的这种大块的岩石里面，其实你能看到有很多这种像一块一块的鹅卵石插在里面的这种感觉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砾岩的一个表象。
大剑山山势虽然险峻，但并非是连绵不断，其中有一处断裂。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此勘察后垒石为关，建立了剑门关。剑门关依凭其独特的选址，成为了唯一没有被正面攻破的关隘。如果从常规的游客视角，你是很难理解何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，但如果你俯瞰它，或许就能理解了。三国后期呢，姜维曾经据守在这个剑阁，和这个曹魏大军对峙。当时曹魏有2员良将，很多喜欢三国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当时对峙2位良将，一位叫钟会，一位叫邓艾。这个钟会呢，率领大军和这个姜维在这儿对峙。这个邓艾发现他久攻不破，于是采用了另外一个招数，就是迂回战术。3条蜀道、金牛道、米仓道，还有荔枝道之外，还有一条捷径，或者说一条不为人知的小道，叫阴平小道。于是这个邓艾呢，就向西边绕了一个大圈，偷渡阴平，直插成都。拿下成都之后呢，姜维听到消息，已经是后主投降的消息了，所以当时他也就立即投降了。756年，唐朝安史之乱中，安禄山攻破潼关，唐玄宗经由剑门关西逃入蜀。他相信进入剑门关后可保安全无虞。李白的祖师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也屡次提及剑门关，当然还有《长恨歌》中的“黄埃散漫风萧索，云战营于登剑阁”。但随着历史不断推进，蜀地与中原地区联系越来越紧密，使得蜀道也越来越多，剑门关逐渐失去了独一性的战略地位。但即使这样，剑门关也还是没有被正面攻破过。剑门关在之后的历朝历代中，因各种原因屡次被毁，有的是因为战乱中被反寇攻打以致失陷，有的是因为王朝强化中央集权，防止蜀地依凭剑门关割据主动废关，而有的呢，则是因为自然灾害。但剑门关却在一次次损毁中屡次被建起。时间来到近代，民国初年，剑阁之士张正修复剑门关；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时被毁；1992年，当地为了开展旅游业重新修建，但在2006年因关楼2楼失火被毁。但刚修复的关楼又经历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，变成危楼，被迫重建。西晋文学家张载在《剑阁铭》中说：“世浊则逆，道清思顺。”意思是世道混乱了，这里就有人聚险造反；天下太平，他就平静依顺。刀光剑影，鼓角声息。现在他就静静地坐在这儿，看着关口的人来人往，一言不发。5000里的旅程还在继续，下一站我们将离开四川，抵达陕南重镇汉中。快加入我们的旅途，和我们一起丈量山河。